公司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八卦的记者一拥而上，发难妻子：“听说你已婚已育，请问是否属实？”妻子眉头一皱，亲密地挽住与他共同出席发布会的白月光的胳膊，朝着镜头坦然一笑道：“你们可别乱说，我们才刚恋爱没多久，只想过二人世界，才不要生什么小孩呢。”白月光宠溺地摸了摸妻子的头，全场乐翻，起哄让他们直接原地结婚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和女儿就在现场目睹了一切。女儿哭红了眼，问妈妈为什么不要我们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爸爸妈妈，他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怀里女儿甜甜已经哭得眼睛通红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哽咽着问我。我抱着甜甜的手不自觉地一紧，擦干女儿脸上的泪水，连忙捂住了她的眼睛。今天原本是妻子苏婉婉的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日子，为了庆祝，也为了给她一个惊喜，我和女儿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，还特地从家赶来会场，想等她采访完后接她回去。没想到的是，发布会接近尾声的时候，记者问了一个刁钻的问题：“听说苏小姐已婚已育，请问是否属实？”当初苏婉婉说事业上升期，暂时对外隐瞒我的身份，但她也承诺今年会对外公开自己已经隐婚，还有一个孩子的消息。所以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和女儿都满目期待地望向了苏婉婉，可她却眉头一皱，面露不喜，随即便亲密地挽住与她共同出席发布会的萧颜铮的胳膊，朝着镜头坦然一笑道：“你们可别乱说，我们才刚恋爱没多久，只想过二人世界，才不要生什么小孩呢。”萧颜铮宠溺地摸了摸苏婉婉的头，附和着说：“都听婉婉的。”而苏婉婉也顺势靠到了他怀里。萧颜铮是苏婉婉大学时的白月光初恋，苏婉婉追他费了不少功夫。当初他们火速的在一起，又因为萧颜铮要出国火速的分手，这段恋爱无疾而终，一直是苏婉婉心中的遗憾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平日里他怎样偏心萧颜铮我都忍了，但今天他作为一个有夫之妇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与别的男人宣布恋情，话里话外还暗示着自己讨厌小孩，这会让女儿多伤心啊！苏婉婉总是以工作繁忙为理由，一直缺席母亲的角色，难得的几次陪伴都是女儿甜甜觉得奢侈的母爱。我强忍心中的悲伤与愤懑，不想让女儿难过，毕竟甜甜才只有7岁。乖，甜甜，爸爸先带你回家。女儿扬起稚嫩的脸庞，眼中又溢出泪花。可我们不是来接妈妈的吗？我内心一阵酸涩。是啊，孩子的世界总是这样单纯，他只是想要妈妈陪陪自己罢了。刹那间，女儿挣脱我的怀抱，不等我反应过来，甜甜已经往台上冲着苏婉婉跑去。妈妈，你不是说我是你最爱的宝贝吗？为什么不要我了？甜甜很可爱，也与苏婉婉有5分相似，任谁看到甜甜都会忍不住想要和她亲近。刚刚会场还在起哄让苏婉婉和萧颜铮原地结婚的人，现在全都把目光放到了甜甜身上，议论纷纷。这小姑娘谁呀？我刚刚好像听见她在叫苏婉婉妈妈，真的假的？刚刚不是说没有孩子，而且苏婉婉和萧颜铮才是一对吧？你还别说，我怎么觉得这小孩和苏婉婉长得挺像啊？弄不好真是亲生的。可苏婉婉看到甜甜后却如临大敌，表情都变得惊恐，赶忙撇清关系：“你这小孩乱叫什么呢？我可不认识你。”因为苏婉婉一口咬定自己和甜甜没关系，现场的人都站到了她那边。有人说：“
估计是对家公司见不得苏婉婉的公司发展太好，故意找个小孩过来造谣。话音刚落，记者们见又来活了，纷纷举起摄像机对准甜甜。苏婉婉无动于衷，还假装被吓到，躲在萧炎征身后。甜甜还那么小，我不敢想象要是被媒体拍到以后会怎样，几乎拼尽全力跑过去，将甜甜护在怀里。苏婉婉大喊：保安呢？保安在哪里？还不快点把这两个闹事的给我赶出去！我和甜甜被架起，扔到会场外。依稀听见萧炎征绅士的声音：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让一让，婉婉今天受到了惊吓，其余的采访环节先取消吧，我要先送婉婉回家了。我和甜甜站在会场门外，出来的人群拥挤，有人乘机故意推了甜甜一把，不设防的甜甜一头往地上栽去，当场昏迷。我慌了神，立马大声呼救，希望有人开车送我的女儿去医院。可因为苏婉婉刚刚的举动，人人都认定了我和甜甜是骗子，根本无人施以援手。刚好萧炎征护着苏婉婉出来，二人都看到了我，我顾不得其他，抱起女儿跑到苏婉婉身边，求她：婉婉，甜甜她摔倒昏迷了，你救救我们的女儿吧，快点送她去医院。苏婉婉避嫌般的后退一步，只是像个陌生人一样冷冷瞥了我一眼，随即便直接坐进了萧炎征的副驾驶。二人开着车疾驰而去，转瞬间车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扬起一片尘土。难过的情绪在喉间翻涌，我像是被万箭穿心，努力想让女儿保持清醒，不停地跟她说话，可女儿昏迷着，已无法回应。刚刚在会场里的人还堵在外面，我想带女儿冲出人群，快点去医院，却被拦住。他们举起手机对着我和甜甜拍照、录视频，辱骂声一片。苏婉婉清清白白，你竟然诬陷她，怎么不去死？一个大人带着小孩来碰瓷，真不要脸！就在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之时，人群里有人叫我的名字：叶林。我回头发现来人是姜薇，我高中同学，只不过毕业后分道扬镳了。可我却像看到救星一样，恳求道：姜薇，能送我去医院吗？我女儿昏迷了。姜薇脱下外套，挡住甜甜的脸，亮出了工作证，朝着人群有条不紊地说道：我是医生，病人现在已经重度昏迷了，所有人都退开，再拦在这里，我一律报警处理。众人都怕惹事，连忙让出一条路来。姜薇给我一个附近最近的医院地址，沉着地说道：叶林，你来开车，我在后座先给甜甜进行急救。10分钟后，甜甜终于被送到医院。姜薇让我放心，她亲自主刀。我在医院走廊上焦急等待，手心直冒汗。2小时后，手术终于结束了。姜薇出来，摘下口罩说：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，但因为头部失血过多，仍处于昏迷状态，所以这段时间都需要住院观察。刹那间，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将我包围。姜薇鼓励我说：叶林，你可千万撑住啊，甜甜还等着你，你先回去拿些换洗衣服吧，我帮你照看甜甜。我感谢一番，便赶回家去。打开门，是精心布置过的温馨客厅，还有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是我和女儿共同完成的。而现在，这一切都像个笑话，桌子上的菜凉了，我和苏婉婉多年的感情也凉了个彻底。我拿了东西，刚准备离开，门口传来一阵嬉笑声。苏婉婉带着萧炎征回来了。刚刚脸上还挂着笑意的苏婉婉，一见我瞬间冷脸，直接往我脸上扇了一巴掌，大骂：叶林，你有病吧？说让你把女儿带去会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
我辛辛苦苦建立的事业，差点因为你毁于一旦。我忍不住斥责道：苏婉婉，你不承认我和女儿的身份就算了，竟然还故意伤害女儿，让她被那么多人围攻，都是因为你甜甜才会受伤，你却见死不救。萧炎怔一副识大体的样子，忙解释道：叶林哥，我知道你急着想让外界认可你和婉婉的关系，但现在只有我才能帮到婉婉，你放心，等我们两家公司正式合作以后，我一定会出面澄清的。说着，萧炎怔拍拍我的肩膀，假装温和的笑笑。好了，我看到甜甜只是不小心摔了一下，也知道她很是维护你这个爸爸，快让她出来吧，我还给她带了蛋糕呢。萧炎怔三言两语又把火拱起来，苏婉婉的脸更黑了，嘲讽道：叶林，要不是炎怔亲眼看到甜甜自己摔了一跤，我差点都被你骗了。你们父女两个真是叫我觉得恶心，为了要名分，竟然不惜上演苦肉计，让我在众人面前难堪。苏婉婉对萧炎怔的话从来都是深信不疑，奉为圭臬。我怒吼：苏婉婉，你的良心是铁做的吗？甜甜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。苏婉婉探究的目光看向我，疑惑：你说什么？医院？萧炎怔也装起来，故意关心，实则挑拨。啊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我以为甜甜最多只是磕到了腿。苏婉婉眼珠一转，笃定是我在撒谎。好啊，女儿定是跟着你学坏了，谎话连篇。叶林，你要是屡教不改，学不乖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苏婉婉得意，以为拿捏我，毕竟这不是她第一次以离婚威胁了。苏婉婉鲜少回家，偶有几次还被萧炎怔以公事为由叫走。我求她别走，多陪陪孩子，她却说我像个深闺怨妇，无理取闹。从前因为爱她，也为了给甜甜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总是忍气吞声，一次次低头向她认错。可我的退让却换来了苏婉婉更加肆无忌惮的凌辱，如今连女儿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太累了，这段失败的婚姻没必要维持下去了。见我不说话，苏婉婉以为我被伤到了，清了清嗓子，便别扭道：行了，也不是真的要跟你离婚，只要你……我打断他，直接把离婚协议书拍到了他面前，冷冷道：行了，多说无益，你不是说不认识我和甜甜，萧炎怔才是你的男朋友吗？你这么爱他，总不能让他当小三吧？我们离婚，让他上位吧。说完，我直接转身就走。苏婉婉暴跳如雷，朝着我追过来。叶林，你给我站住！萧炎怔却突然哎呦一声：婉婉，我好想，胃病又犯了，好疼！苏婉婉立马停住脚步，回头去照顾萧炎怔。炎怔，你别急，我这就给你拿胃药。我心死的彻底，却并不感到意外。我一直知道萧炎怔是苏婉婉的首选，也是唯一选。从前为了女儿，我还会欺骗自己，可到头来，我连女儿都没有保护好。再这样下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回到医院，女儿戴着氧气面罩，还没有醒来。我守在她身边，为她擦洗，刚准备趴在床边眯一会儿，病房的门突然被人暴力地踢开。我惊吓地坐起身，苏婉婉和萧炎怔直接闯了进来。苏婉婉一脸得意，怒视着我道：好你个叶林，亏你想得出来，竟然把女儿藏在这种地方。我气笑了，指着病床上虚弱的女儿，冷冷质问：藏？苏婉婉，你是眼瞎吗？女儿都伤成这样了，你竟然还觉得我是在骗你吗？苏婉婉看着女儿，愣了一下。萧炎怔假惺惺道：对不起啊，叶林哥，我真不知道甜甜摔一下就这么严重，早知道我应该送你们来医院的。不过我知道是姜薇送你们来的，咱们不都是老同学吗？
这家医院就是江家开的，我到时候也去向姜薇道谢一下吧。”苏婉婉皱眉，倒打一耙：“颜征，我们都差点被叶琳给骗了，他肯定是和这个叫姜薇的合起伙来演戏，想在公众面前毁了我，毁了公司。”姜薇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。萧颜征做作地捂住嘴，为难道：“竟然是这样，那甜甜岂不是也被利用了？”苏婉婉立马冲到女儿身边，大呼小叫：“叶心甜，别演了！以为你拿一圈纱布把头包起来，我就会上当吗？真是可笑！女儿都重度昏迷了，怎么可能会理睬她？”可见女儿不回应，苏婉婉只觉得女儿冥顽不化，她冷笑一声：“小贱人，跟你爸一个德行，行不起来是吧？我亲自带你回去，好好管教一番。”说着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际，苏婉婉迅速伸手扯掉了女儿的氧气罩，女儿痛苦地抽搐起来，呼吸困难。苏婉婉却依旧不依不饶，竟然直接开始撕扯女儿头上的纱布，将昏迷中的女儿拽得东倒西歪。女儿头上的伤口露出，鲜血涌出，因为刚刚做了缝合手术，黑色的缝合线已经被撕裂开来。苏婉婉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，看着满手的血，摇头说：“啊，怎么会这样？”我不顾一切地冲过去，连忙按下床边的铃叫医生。不一会儿，姜薇便带着几个护士赶来了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被这鲜血淋漓的场面吓了一跳。姜薇当机立断，给女儿重新戴上呼吸面罩，快速做起检查，神情越来越严肃。病人情况危急，目前心跳暂停，呼吸暂停。看着说生命检测机器一次次发出警报的声音，血腥味充斥着病房，弥漫开来。我心口一阵阵疼起来。苏婉婉还无神地坐在地上，发抖地望着手忙脚乱、满头大汗的医生。姜薇动作利落地取下听诊器，吩咐道：“病人家属先出去，马上准备电击治疗。”我把苏婉婉拽起来拖出去，将她压在病房门口，斥责道：“苏婉婉，你好好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！你这个杀人犯，你是要杀了甜甜啊！”门里不断响起姜薇的声音：“无回应。”一次电击，无回应；二次电击。苏婉婉连忙摆手：“不是的，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啊！”可她一伸手，就看到自己满手的血。苏婉婉拼命往身上擦，却怎么擦也擦不干净。萧颜征凑过来说风凉话：“叶林哥，婉婉都说了她不知情，你干嘛还要逼她？甜甜也是婉婉的女儿，你知不知道婉婉现在很伤心？”我回怼：“苏婉婉不知情，可你不是说亲眼看见甜甜没事吗？”萧颜征委屈极了：“我也不知道会是这种情况，那天看着明明没有大碍，孩子不是一直跟着你的吗？要是会场有人故意推搡，你怎么自己没事？”苏婉婉一听，立马神气起来，觉得自己没错。叶琳，你太恶毒了，一定是你故意推得女儿，演了一出苦肉计。正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病房门开了，姜薇走出来说：“甜甜目前是转危为安了，但伤势恶化了，缝合的伤口都开裂了，再晚一步我也就不回来了。你们这是医闹，是故意伤害，我要报警处理。”苏婉婉一把抓住姜薇的手：“不能报警。”洁白的手术服被抓出2个血手印。姜薇一向性子直，又是救死扶伤的医生，冷嗤：“原来害得女儿受伤，差点没命的，竟然是你这个做母亲的！今天的发布会我看了，你该不会是想害死女儿，好和小情人双宿双飞吧？”苏婉婉气急，往姜薇脸上扇了一巴掌：“我知道你和叶琳是老同学，
说不定背地里早就狼狈为奸了。我女儿受伤，也有你一份责任。我怒火中烧，回扇了苏婉婉一巴掌，吼道：你自己丢下女儿不说，竟然还对救命恩人大打出手！你害了女儿2次，姜薇救了女儿2次。苏婉婉不可置信地捂着脸：叶林，你竟然打我！正此时，病房传来女儿微弱的呼喊声：爸爸！里面值夜的护士欣喜道：病人醒了。我刚松了口气，就听见苏婉婉发狠道：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今天就要把女儿带走。你这种不称职的爸爸，女儿是不会认你的。说着，苏婉婉便挤开了门口所有的人，急着第一个冲进病房里。苏婉婉努力挤出一个笑，看到女儿就想抱，女儿却立马谨慎地躲开，把自己蜷缩起来，小声道：阿姨，你是谁？别过来，我害怕。苏婉婉愣住了，伸出去要抱女儿的手还僵在半空中。苏婉婉手抖了一下，再次绽开一个笑，朝着甜甜语气温柔地说道：甜甜，你是在跟妈妈开玩笑吗？你不是说过最喜欢妈妈的吗？女儿始终蜷缩着，对苏婉婉保持着警惕的状态，直到看到我，女儿脸上的表情才缓和了一些，张开小手，着急地喊我：爸爸，我要爸爸！我怕女儿急得牵动伤口，连忙加快脚步走过去，在病床边坐下。我刚坐下，女儿便钻到我怀里，小脸搁在我胳膊上，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还站在床边的苏婉婉。女儿小声问我：爸爸，这个阿姨好奇怪呀，我明明不认识她，她却说自己是我的妈妈。可是甜甜有妈妈的，虽然妈妈很少回家，我们做好饭等妈妈，可是饭凉了，爸爸热了好几遍，为什么妈妈还不回来呢？闻言，我也是一怔，我发现女儿的情况不太对劲，像是清醒，又像是不清醒。至少她认得我，但好像却真的不记得苏婉婉了。我着急地看向一边的姜薇，忙问道：姜薇，甜甜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麻药还没醒吗？谁料姜薇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萧炎怔便先一步说道：甜甜都能动了，麻药肯定是早就醒了，该不会是头部创伤太严重导致失忆了吧？不过还真是奇怪，甜甜记得叶林哥，却不记得婉婉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萧炎怔挑唆的意味太过于明显。苏婉婉一向只相信萧炎怔，从来不过脑子去想问题。苏婉婉立马收敛了笑容，又变成一副凶相，指着女儿大骂道：叶心甜，我是看你刚做完手术，觉得你可怜才心疼你，你别跟你爸一样不知好歹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跟我装傻。女儿吓得浑身发抖，直往我怀里躲，害怕地说道：爸爸，这个阿姨好凶，而且她还骂你，我不喜欢她，她的手上好像还沾着血呢，为什么我一看到她就觉得好难过？爸爸，我头疼，头好疼。苏婉婉语塞，尴尬地把手往身后藏了藏，她刚刚对着女儿的伤口不管不顾地撕扯，跟个泼妇一样，手上沾满了鲜血，即使是擦了手，现在还沾着淡淡的血痕。姜薇没好脾气地撞开萧炎怔，神情严肃地过来给甜甜检查，还不忘讽刺道：萧先生倒比我这个医生还要厉害，不用检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初步检查，我认为是甜甜神经受损，虽然不常见，但这种情况在医学上也有过，医学上称为选择性失忆，意思是病人会选择性的暂时忘记让自己痛苦的人或事。苏婉婉眉头皱成一个川字，摇着头说：这怎么可能？姜薇冷笑一声，对萧炎怔道：萧先生，你要不要再说说你的见解呢？毕竟苏小姐好像只相信你的话。萧炎怔掩饰性的咳嗽了2声，说：不敢，不敢。
都听医生的。甜甜忽然大叫起来：“肖叔叔，是肖叔叔！”萧炎正得意，露出伪善的笑容，朝着甜甜靠近几步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哎呦，甜甜还记得萧叔叔啊？那叔叔可真没有白疼你。”萧炎正靠过来，甜甜便伸手拉住了他的衣服袖子。苏婉婉见甜甜跟萧炎正亲近，脸色也缓和了几分。谁料甜甜下一秒说出的话，却让萧炎正的笑容僵在了脸上。“萧叔叔，甜甜求你把妈妈还给我好不好？”萧炎正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假装不明所以地问道：“甜甜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婉婉当然是你的妈妈呀，她也最喜欢你了。”甜甜固执地摇了摇头，怒着小嘴说：“不是的，萧叔叔，你别骗我了。我知道妈妈不喜欢爸爸，也不喜欢甜甜。妈妈最喜欢的人是萧叔叔。妈妈说陪我和爸爸去游乐园，才进去就说公司有事。可是我却看到妈妈和萧叔叔在玫瑰餐厅吃饭，有说有笑。妈妈和我在一起都不会笑的。”甜甜抓着萧炎正衣袖的手又紧了几分，恳求道：“萧叔叔，下次你和妈妈吃饭的时候，能不能也带上我呀？甜甜保证乖乖的，不会打扰你和妈妈谈工作。”我想起来，甜甜说的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年前。甜甜缠着苏婉婉软磨硬泡了很久，苏婉婉也勉强答应要来一个全家游乐场1日游。只不过从出发去游乐园开始，苏婉婉便一直愁容不展，心不在焉，看了好多次手机。刚进游乐场，排到了一个亲子项目，苏婉婉便神色匆匆地说公司出了事。她走的是如此匆忙，以至于包落在游乐场都忘了拿。当时甜甜还懂事地说要把包送到苏婉婉的公司，游乐场可以下次再来，但耽误了妈妈的正事就不好了。苏婉婉开走的是我的车，车上有定位系统，我和女儿打了辆车追过去，却看到苏婉婉和萧炎正坐在玫瑰餐厅里，正笑得开怀，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。苏婉婉听着女儿的话，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，大叫道：“甜甜，你在瞎说什么？职业的小护士，心直口快。这位女士，请问你瞎激动什么？甜甜才7岁，她能撒谎吗？玫瑰餐厅可是本市最大最贵的情侣餐厅，这个谁不知道啊？丢下自己的女儿和丈夫，跑去跟小情人浪漫约会，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”苏婉婉气得要死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你们医院都找的什么人？我要投诉你，让你被医院开除。姜薇一边收拾好问诊工具，一边冷冷道：“恐怕苏小姐怕是没这个权利了。你们不是知道吗？这医院是我家开的。”小护士一听，立马正义感爆棚，继续贴脸开大：“就是，自己敢做，却不敢承认，别人说2句就气急败坏，真没意思。萧先生，他这是婚内出轨呀！小情人都带到医院作妖了，快跟他离婚吧！”我点了下头，如实说道：“谢谢你提醒，我已经跟他提离婚了，只不过他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”话音刚落，我便看到姜薇正在给甜甜换掉水瓶的手抖了一下。姜薇低头看向坐在床边的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情绪，发现我也刚好在看她后，连忙错开了视线。听到我的话后，小护士更激动了，继续靠嘴输出：“我的天哪，既要又要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，简直就是给我们女生脸上蒙羞。”苏婉婉气得直喘，给自己抚了抚心口，才顺出一口气来，满脸通红，指着小护士道：“你。”姜薇这才出言阻止道：“好了，小李，你先去看看隔壁房的病患吧。”小护士朝苏婉婉翻了个白眼，才肯离开。
苏婉婉把怒火发到姜薇身上。姜薇，你开的什么破医院？刚刚那护士也太过分了。姜薇一边帮甜甜调节吊水瓶滴水的速度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小李大学刚毕业，来我这实习也没多久。大学生嘛，现在都这样，性子直，有话也憋不住，对天对地的。”我知道姜薇其实是故意放任小李护士不管，是在羞辱苏婉婉和萧妍铮，好帮我出气。姜薇说：“这瓶水快吊完了，等会儿带甜甜拍个头部 CT 吧。”萧妍铮早就坐如针毡了，站起身借口说：“我想起来，今天晚上公司还有个会议要开，就先走了。”苏婉婉立马跟着走到门边。妍铮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，我送你吧。萧妍铮回过头来，朝我挑衅一笑，假惺惺道：“婉婉，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甜甜这边也需要人照顾啊。”苏婉婉还没开口，姜薇便学着萧妍铮的样子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没事，让苏小姐送你吧。甜甜已经7岁了，该学会独立了。萧先生快30岁的人了，一个人开车回去，万一迷路了呢？”我差点笑喷出来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姜薇这么会对人？不过姜薇说的也是事实，苏婉婉总是这样，为了萧妍铮，一次次丢下女儿不管，还美其名曰是为了锻炼女儿。7岁的甜甜要学会独立，快30岁的萧妍铮还是个巨婴，离了苏婉婉不行。苏婉婉脸涨得通红，咬着牙道：“姜薇，你究竟什么意思？”姜薇只是笑笑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没什么意思，让你赶快送萧妍铮去公司罢了。放心，甜甜这边有我和叶琳照顾就够了。苏小姐还是想想怎么讨好你刚对着媒体官宣的男朋友吧。”苏婉婉双手握拳，指甲陷进肉里，明明气得要死，可姜薇的话她却无从反驳。苏婉婉大步走到床边，拖了一张椅子坐下，赌气般的开口道：“我是甜甜的妈妈，我陪着甜甜，哪里也不去。”刚刚还自鸣得意的萧妍铮，如今站在门口，满眼恨意地看着我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。看苏婉婉没有要送她的意思，只能失望地愤愤离开。拍完 CT 以后，发现甜甜有中度的颅脑损伤，还需要住院，积极配合医治。苏婉婉把签了字的离婚协议书扔到我面前，却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颐指气使地说道：“如你所愿，协议书我签了，但等女儿伤好后，她的抚养权必须归我。”我攥紧了离婚协议书，心里却没有感到一点的轻松。苏婉婉，你只知道和萧妍铮鬼混，从来没管过甜甜，还害得甜甜受伤。你觉得你配为人母吗？还有脸提甜甜的抚养权？苏婉婉怒了，扯开嗓子喊：“叶琳，你说话可要凭点良心！这些年你和女儿都是吃我的，用我的，你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让女儿跟着你喝西北风吗？”苏婉婉语出讥讽，将我贬低得一无是处。她说出的话一如既往地叫人心寒。可她忘了，当年她要开公司，是我放弃了高薪工作，拿出所有积蓄来帮她。苏婉婉没有经商的头脑，我就把自己所学一点点教给她。后来她成了人人尊敬的苏总，我却心甘情愿地退居幕后，承担起家庭的重担。她忘记了我所有的付出，工作上稍有不如意，对我不断的指责，说我没用。苏婉婉崇拜的逐渐转移到萧妍铮身上。多少次她喝醉了酒，盯着自己和萧妍铮大学时候拍的照片发呆，嘴里喃喃唤着萧妍铮的名字：“妍铮，别走，别丢下我。”我长长舒出一口气，对苏婉婉道：“抚养权的事，看甜甜的意思吧。她要是愿意跟着你，
我绝无二话。苏婉婉自信一笑，说：“算你识相。甜甜说过最喜欢妈妈，她现在只是失忆了，等她想起来，一定会愿意跟我走的。”苏婉婉像是特意为了拉近和甜甜的关系一样，坐在床边守着女儿。可她从来没熬过夜，就连女儿刚出生那会儿，她嫌弃女儿哭闹的，她睡不着，直接睡进了书房。是我不断的在夜晚起身安抚哭闹的女儿，所以苏婉婉才守了一会儿，便困得开始点豆子打瞌睡了。女儿推推她，把她叫醒。阿姨，你要是困就去睡吧。苏婉婉摇摇头，笑着纠正说：“甜甜，我是妈妈呀，妈妈不困，妈妈陪着你。”苏婉婉话音刚落，手机却响了。她接了电话，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地焦急起来。“喂，严征，公司那边解决不了吗？行，你先别急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苏婉婉迅速地站起身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她转头有些犹豫地看向病床上的女儿。我摆摆手，催促道：“你走吧，女儿不需要你，萧严征最重要，别让她等急了。”苏婉婉不悦地皱了下眉，说：“叶林，你少阴阳怪气的，我忙于事业，也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生活。”苏婉婉撂下这句话后，终究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女儿望着她的背影，目光莫名的悲伤。次日一早，我去附近的早餐店给女儿买吃的，可回来的时候，却看到病房门口围了一群的人，手里都扛着摄像机。我心中暗道不好，拼了命地往病房门口跑，却看到乌泱泱的一群记者把话筒对到女儿脸上，连连发问：“请问你造谣苏婉婉女士是你的妈妈，是有什么目的呢？这么小的年纪就撒谎，你会感到不安吗？请问你恶意造谣是收了多少钱？”我挤开记者，护住甜甜，怒斥道：“她只是个孩子，你们这群无良记者给我走开！”记者见到我，却更加不依不饶，又把话筒对着我。就在我感到绝望之时，苏婉婉突然赶到，对着记者大骂道：“滚开！你们都给我滚开！”女儿一边发抖，一边哭泣，竟然又被刺激得晕厥了过去，只能再次被推进手术室抢救。最后这场闹剧以苏婉婉不得不向记者承认自己已婚已育而告终。记者离开后，萧严征竟然也找了过来，他抓住苏婉婉的胳膊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婉婉，你糊涂啊！趁着甜甜失忆，你可以栽赃对家公司造你的谣，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！”苏婉婉不可置信地看向萧严征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严征，这么说，这群记者是你找来的？”萧严征心虚地低下头：“我王八蛋！”我气得大骂，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朝着萧严征的脸上来了一拳。萧严征捂着脸，又开始卖惨：“叶林哥，你打我做什么？我这都是为了公司好。婉婉，你是知道的。”萧严征大言不惭，我胃里泛起一阵恶心，质问：“把甜甜暴露在媒体聚光灯下，你有想过她以后怎么去上学，面对朋友吗？人言可畏，撒谎的标签会伴随甜甜一辈子啊！甜甜能承受得住吗？你这是把她往死路上逼呀！”萧严征眼神闪躲，不断向苏婉婉求助，而这一次，苏婉婉竟然少见的没有护着他，只是道：“行了，严征，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现在甜甜还在手术室里，我很担心。”1个小时后，甜甜终于从手术室里被推了出来。甜甜看到苏婉婉后，目光一滞：“妈妈！”苏婉婉大喜：“甜甜，你终于想起妈妈了，太好了！等你病养好了，妈妈就带你回家。”甜甜拉住我的手，又哭了起来，拼命地摇着头说：“妈妈不要我和爸爸了，我也不要妈妈了。妈妈坏，
妈妈根本就不喜欢甜甜，甜甜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。苏婉婉的脸上多了几分落寞的神色，承诺道：“妈妈以后都陪着甜甜，好不好？”姜薇擦了擦头上的汗，苏婉婉，甜甜因为你在医院3进3出手术室，孩子跟着你，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要折腾坏了。苏婉婉向来高傲，从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立马冷下脸来，又要发作。姜薇却递给他一个手机和一叠资料，冷冷道：“我想你应该先看看这个。”苏婉婉一脸嫌弃：“什么东西？”苏婉婉打开视频和资料，眉头却越皱越紧，整个人都有些摇摇欲坠。这怎么可能？姜薇冷笑道：“这怎么不可能？这2天我已经派人查清楚了，视频里监控拍到了，是有人故意推了甜甜，并非像萧炎征说的那样，甜甜是自己摔倒。而这叠资料里更是记录了发布会还有医院的记者都是萧炎征的手笔，他甚至还买了凶手，想对付叶琳和甜甜。”我听得后背一阵阵发凉，原来萧炎征竟这样恶毒。苏婉婉破防冲出了医院，我要去找他问个清楚。我也气得想要找萧炎征算账，却被姜薇一把拉回。姜薇耐心地说道：“叶琳，理智一点，我已经报警了，剩下的是苏婉婉的事。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好甜甜。”我慢慢冷静下来，点头说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不能冲动。”没过多久，便传来了苏婉婉公司资金链断裂的消息，她和萧炎征双双被抓进了监狱。从姜薇的口中，我才得知，原来萧炎征一直针对我和甜甜，是为了和苏婉婉商业联姻，谋取暴利。这些年，萧炎征一直在做非法经营的生意，赃款竟然高达上亿，都被警察查了出来。而苏婉婉的公司又和萧炎征合作了，便少不了连带责任。这次他们2个估计得把牢底坐穿了。好在甜甜的身体已经好起来了，姜薇帮忙收拾东西，办理退院手续。走到医院大门外的时候，姜薇终于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叶琳，我想你应该能看出来，我喜欢你吧？虽然我是学医的，但大学时候就在你隔壁的学校，我去偷偷看过你好几次，那个时候没机会，现在我还机会吗？”阳光炽热，爱意温柔。后来我在医院附近开了一家甜品店，生意很好。多年后，一个平常的午后，一个面容沧桑的女人来到甜品店，买了一块蛋糕。她目光落在甜甜身上，莫名的温柔，说要把蛋糕送给甜甜。甜甜如今已经长成大姑娘了，放学后会帮我照顾生意。尽管来人面容沧桑，但我还是能认出她是苏婉婉。甜甜淡淡一笑，收下了蛋糕。我心头莫名一紧，可甜甜却说：“谢谢啊，可我芒果过敏，这个蛋糕就留给我妈妈吃吧。”正好此时，姜薇换班休息，手里提着小笼包，来到蛋糕店。“甜甜，这家小笼包特别好吃，你快来尝尝。”甜甜飞扑过去，扑进姜薇怀里，撒娇说：“谢谢妈妈，妈妈工作辛苦了。”苏婉婉没有多留，擦着眼泪离开了蛋糕店。我们3人相视一笑，谁都心知肚明，谁都没有多言，只是一起坐到了沙发上。我和姜薇吃着芒果蛋糕，甜甜心满意足地吃着小笼包，享受着这个平常却又难得的午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